这玩意儿哪里坏了？它插不上去就是坏了。这个视频呢，我本来一开始我是不想拍的，包括我们之前搬家也是嘛，就是飞哥可能拍的比较多，我想让他拍了我就不拍了。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之前租的这个别墅啊，现在我们已经全部打扫干净了。就今天我们打扫完以后，让那个房东的孙子过来帮我们看一下，就是想让他把后面剩下的8个月的租金给退了。那结果出来一大堆事儿。我是很讨厌在视频里面说这种负能量的东西，但是我真的是目前来说，我俩都是很焦急，因为我们不懂这个东西。话呢可能比较长，但是我尽量长话短说。这个地方呢，我们是2021年11月份，是我小鱼还有飞哥，我们3个人一起租下的这个地方，租金是4500块钱1个月，我们按年付的，押金呢是没有。当时我们是签了一份合同啊，合同就在这儿，这个是2021年签的合同，这个是副本啊，剩下的这一半我不知道去哪了。然后后面的话又考虑到房东的年纪比较大，因为他也70多岁了嘛，然后我们就是以口头的形式，没有续签新的这个租房合同，后面2年全部都是以转账的方式继续这个租赁的这个协议。我也搜过了，就是我们后续不补签合同的话呢，是属于变成了不定期租赁。对，目前碰到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进来的什么样子，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退租的时候要给他恢复成我们当时租进来什么样子，甚至他的口气有点像想让我们恢复成他刚装修时候的那个样子，我就感觉很难理喻，你知道吗？主要是因为没签这个合同，所以目前来说手上我们是压了大概还有8个月的房租，他没给我们退，有3万多块钱，所以我就想着咱们出一个视频，问一下屏幕面前的各位，如果有律师最好啊，能帮我们出出主意什么的。我就大概给你们说一下啊，房东想让我们修的是哪个地方啊？首先我们进大门的时候，2021年来的时候，这顶上大厅里有2个灯，你看目前只有这一半亮，当时来的时候是2个全都不亮，我们只是没拍视频。房东由于年纪大，今天有跟他说了，他也有一点就是支支吾吾，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们修这个灯，我们压根从来都没开过。你看这个灯就没有拆卸的痕迹，你说这个需要我们修吗？他大概就是想让我们赔。后面那个灯都不亮，也想让我们赔。好，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水晶吊灯，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现在就说里面很多的灯珠就是灯泡不亮，甚至想让我们赔整个灯。那你说我们是该赔他还是不该赔他？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骂人了。然后还有我们刚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总共7个房间，里面只有5张床，然后现在他说要我们赔7张床给他。厨房有个厕所，这边是大飞准备要住的地方啊，到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茶具给搬走。这边有个厕所啊，里面从这上面往下看啊，其实是挺大的。现在去2楼看看啊，2楼是咱们的剪视频的地方，上来左拐，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要剪视频。然后这边大房间啊，到时候咱们会在这个地方拍视频，这就是我的拍视频的地方，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现在来3楼看看这小鱼的地方，小鱼这里呢也是一样啊，跟我那楼下一样的，这个也是他拍视频的地方。这边带一个厕所，然后这里是他睡觉的地方。到时候这个床肯定也要搞个床过来。这个房间是根本就没有床，然后鱼子当时拍过视频啊，房东他说啊，你拍的那个视频只拍到1小半，并不能证明里面没有床。你说这，我就很生气，我现在真的我很生气，就相当于是我租了你里面，你只有5张床，你硬要我赔7张床给你，你觉得这不欺负老实人吗？你说是不是？然后还有这里就是这个地板啊，你看它这个地板是隆起的啊，你说正常情况下整体都没有破坏，它隆起了，这个要我们赔吗，兄弟们啊？还有这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我们弄坏了一个灶，这个我们是有视频的，对吧？这个咱们赖不掉，确实是咱们自己弄坏的。好，我给房东赔了个新灶，并且给他装上去了。还有就是这个走廊里面的灯啊，目前来说这个灯是一个都没有，总共这里是有10几个灯左右。当时我们刚租进来的时候，其实房东只修了2个灯，确切的说应该是4个啊，它属于是外圈修了2个，里圈修了2个，总共就是4个灯。现在4个灯全都不亮，就我们正常用的时候就不亮。结果房东说坏了，你当时就应该跟我说，你现在不说就要我们赔，而且并不是赔我们当时他修的那4个啊，他都不认他修了4个，他想让我们赔全部。然后就是2楼啊，2楼的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也是墙皮，你说这是我们自己人为做成的这个样子吗？它这个墙皮发泡，你看到没有？我们连抠都没抠它啊，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自然脱落。因为为什么会脱落？这里面有个厕所啊，这里有个厕所，它能不脱落吗？你想想，我平时我说了，之前我还在厕所洗菜，就在这个地方洗菜，那它就隔了一堵墙，意思就是我洗菜洗澡我都不能洗，我还得赔你这个墙，是吗？还有这个房间就是我们剪视频的房间，当时刚来的时候哈，这个玻璃它就已经是裂了。过的话是卫生间，我们剪视频的地方。
然后现在就是要我们赔整一张这个玻璃窗，就他来的时候他就是裂的，兄弟们，只是说啊我们提供不了证据，然后现在就说是我们弄坏的，朋友们就这个意思。还有就是这个是我平时睡觉的地方，里面养了猫嘛，养了2只猫，然后床的这个地方呢被猫当成了猫抓板给抓成了这个样子。整体的话啊，这个床是没有任何问题，睡起来也是好的，只是说那个地方被抓烂了而已。所以我也问了网上的粉丝说这个床呢，如果房东要换，那你也赖不掉，那咱就给他换。但是7张床我不认啊，里面只有5张床。然后就是3楼。3楼更扯淡。3楼的话呢，就是这里有一个大的这个水晶灯，当时小鱼拍过了，这个灯是好的，这个灯整体的造型它是非常完好的，我们平时根本就没动它，你看嘛，如果说我们人为损坏了它怎么样的，那它至少不会保存这个形状吧。然后现在这个灯不亮，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给他赔，这一个灯1万多块，我怎么给他赔？还有就是这个房间，这张床是之前我们剪视频房间的那张床。3楼的话呢，只有1张床，这个是2楼的。然后这个床的话呢，这里是垫了一个砖头嘛，所以房东说要换，那行，那咱们就给他换，对吧？那这确实是裂了。是吧？就是那边一张床，这边还有1张床，楼下的话1张，这就3张床。现在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垫砖头的，还有猫抓烂的这2张床，我们要赔他。还有一个就是他说有7张床，要我们赔剩下多余2张，总共相当于是我们要赔4张床给他。他是这样说的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房间啊，这个灯其实没坏，他只是说我们当时接了补光灯嘛，然后里面的线我们没接，这个我们给他接一下就行了，这个都不是问题。然后这底啊，就这里是这里吧，飞哥？对。进门的时候啊，朋友们，这里3楼的一个房间，这个地板我们来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说中间这个缝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是这个样子的，总共就4个小块对啊，4个小块的一个东西，这抠都抠不起来，你说它哪坏了？你看，他说是我们人为给他粉我觉，得可能吧，它抠不起来呀、我的天哪！凡事讲点道理，真的。还有一个就还是1楼那个问题，这个地板隆起，他想把整个地板全部敲掉，让我们赔钱。我是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房东，真的。这小鱼的地方，小鱼这里呢也是一样啊。还有一个啊，就是这里，这是3楼的一个壁橱，这里面同样是反潮。你看这里反面明显能摸到有水迹，为什么呢？因为隔壁它是天台，加上这个南房间它本来就会反潮，所以这个壁橱的话呢，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他就以为是我们人为损坏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说咱们都是成年人，平时你说你会拿手去抠这个壁橱吗？你想想，你说这像是人为的还是咱们自然脱落的？他说是我们抠出来的，然后让我们把这个也要赔钱。还有一个是更扯淡的，这个上面的这属于是木条是吧？那边也缺了一个小角。然后这一点事情跟我们掰扯半天，我就问他要怎么赔钱，他也不说，就说让过来就是专业人过来定损吧。我都不知道那一个小东西它能定什么样的损。还有就这边通天台的，你看嘛，这个门框这是我们人为损坏的吧？这是自然变成这样的，泡成这个样子的，底下腐朽了，烂掉了，新装的。然后这边是天台啊。然后就是外面的洗衣机哈，洗衣机咱放外面正常用它是能用的，它只是说这上面这个界面就有一点那种老化的样子，想让我们赔个新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插头它是插不进去，就是左右两边这个弯了。这哪插不进去，掰一下就行了，哪是坏的？我靠，我都不知道这哪是坏的。它插不进去就说这根坏了，哪坏了？你告诉我这哪坏了？就是因为上面这一个胶皮损坏了，就让我们赔一个新的给他。我们住进来的时候，这玩意儿就是2手的，让我们赔新的。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洗衣机，这牌子还是挺好的。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本来今天我都已经跟他吵了一架，你知道吧？我比新的其实还要气，不知道那个人是。他叫我来一个亲戚，一直在那逼逼叨叨，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说话还贼狂的不行。我在楼下跟他吵了一架，跟楼上又跟他吵了一架，我很不能理解啊。他们说那个什么，我的房子就是住到现在了，跟我们刚开始租赁的房子就不一样。我装修的时候好好的，他装修的时候02年装修，就那个老太婆嘛，就那个房东他老婆嘛，来到这里先说的是什么？我们什么东西都被你搞坏了，我的空调全被你搞坏了。我说你把空调坏的，你给我指出来，哪些东西坏了？指不出来，就说啊什么打不开，没有遥控器。我说没遥控器，那跟空调坏有什么关系啊？你把它指出来，这玩意儿哪里坏了？它插不上去就是坏了，我都不知道哪里坏了。他妈能用，插头插不上去他就说坏，我都说这种人他是没有一点常识，你知道吗？然后给
这都是起的霉菌啊，菌这擦一下就能擦掉，手指头一摸就能搓掉。墙面，我刚开始租进你们床，就是我刚开始装修不是个样子。你说我现在就想骂脏话，你知道吧？你装修的时候是什么样跟我没关系，我们租进来的时候上一户也租了人，你拿现在这个状态去跟你刚装修的时候比，那怎么可能呢？就说这个条子，他说这条子也坏了，如果要修的话，找专业的人过来定损。你知道什么叫专业的人过来定损吗？而且定损的人让他找，他要找那肯定那别的都不多说了，这整个一个柜子，如果让他按他的尿性来，这个全部柜子肯定要换。而且这里每一台空调全部都是好的。对呀，就是说遥控器，我告诉你，还有这个关于遥控器的事，里面所有的遥控器只有一个是原装的，就是楼下那一台空调，剩下的遥控器我们配了有多少把？我们没配，全是上一个租客配的，或者是上个，那我们不。反正有的是用不着，这些都没找他说。还有这个灯，我真的。刚才新子也说了关于这个灯的问题，这个灯我们从始至终就没怎么用过它，只用上面这个灯。这个灯他说里面的灯珠灯也打不开啊，因为一个灯珠不亮就让我们赔。不仅这个灯，还有楼下那个灯，就那2个灯，差不多我们这1年的房租都白玩了啊，几万块钱。你说你薅羊毛也不至于这么薅吧？逮着一个人猛薅。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个灯的问题，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亮过灯，只有那几个灯泡。我们拍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它那几个灯泡根本就不亮啊。往上看看，这个灯的话，最起码值个2、3万，是一定值。然后房东说了一句话很气人，他说不亮的时候为什么不找他啊？我们还是不是考虑你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嘛？啊，我们坏了一个灯让你过来修，坏一个灯让你过来修，你那么大年纪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些。好，现在就抓住那一点不放了。你没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说，现在要搬走了才说这些。那我们搬走不是因为你们让我搬走吗？我们才搬的吗？我们还能怎么弄呢？我们是愿意搬的吗？我们是被迫搬的。还有一个。这个房东真的有一句话让我很气，这个热水器我们刚搬进来没多久，然后整个屋子里面都是没有热水的，这是修了，自己花了1800块钱把这玩意儿给修了，也没跟房东说。然后现在我们说这个我们修这个东西花了1800，那怎么算？然后房东就说，那你们修的时候也不告诉我。好，坏的时候跟他说过了，说这个热水器坏了，现在开始装聋作哑了啊！年纪这么大了，我其实不想跟他一般计较。反正整个屋子里面大问题没多少啊，小问题都是一些什么，其实就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它里面的灯泡要我们赔，然后地板自然受潮，想让我们赔整块地板。床的话，那个人为损坏，那行我赔给你，但是你只有5张床，你让我赔7张床，你觉得现实吗？对，不现实。对啊，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这些问题。其实当时我们也跟他说了很多次啊，我说你拿了几万块钱的剩下的租金，本来我们今天就是说了，直接你算多少钱我给你就行了。他说不行，我要找人过来定损。你说谁想到这个东西他不气啊？我天哪！对呀，让他说多少钱估个价就行了，还要过来定损。所以现在我们目前碰到的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各大网友，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个是这个房屋租赁合同，我们是2021年11月份签的，上面明确写着，里面有冰箱1台，空调7台，还有2台空调是换新的，立式空调2台，里面其中1台需要维修，就是立式空调，2台有1台它就是坏的。当时明确写在合同这里了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就是这里。后续2年呢，我们是给他交了租金，但是他没有补合同给我们，这个呢是算不经济租赁，我也查了。但是啊，去年11月份到今年3月份，我们本来是今年11月份到期，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续签合同的话，那房东违约，他要不要赔违约金？还是说直接按照当时我们21年签的这个原合同上面赔1个月违约金给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他们说要我们赔的那些东西，我们是赔给他还是不赔给他？这些我需要就是问一下各位的网友，最好就是能够懂这一些的是最好，因为咱们毕竟不懂这一块。真的，我现在心里面也跟新的差不多，心情难受的要死。他租进来的时候想什么样，还出去就是什么样。他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房子不可能越住越新，房子能越住越新吗？搞这些搞那些。还有一个，之前这个孙子他妈过来的时候，也是说了一大堆。我告诉你，哎，我们这个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粉刷，去他妈的粉刷！